带你侦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基，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看到美中之间哦，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烟硝味哦，因为哦，这个习近平感觉还要再对付川普，但是哦，他现在走的是先礼后兵。好，礼什么呢？我们看到何立峰，也就是12号的时候会见了美陆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人的时候说，我们陆美的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落实好元首会晤重要的共识跟成果，那也要推动陆美经贸关系稳定的发展。好，美方也说愿好好发挥桥梁的作用，推动深化美陆的交流合作。好，也就是代表说，川习之前在韩国庆州的会晤哦，这个何立峰还是再拿出来哦，说一定要特别遵守里头的一些想法跟共识。好，但是美国 FBI 局长哦，也跟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些连结，因为他上周去访中了。好，那这一次访中哦，他说达成了协议，主要就是中国已经全面的指定并列出了所有13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那同时中国也同意控管7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附加物。好，看起来哦，这跟中国大陆之间哦，美方确实哦，大家都是非常的恭敬哦，而且一直不断在讨论有一些进展。好，但就是后兵在这了。好，我们看到习近平不到2周就晃点川普吗？现在哦，有外媒说，中国大陆已经停买了美国的黄豆哦，这可能会让川普非常的会抓哈。白宫称说，中方承诺在年底之前采购至少是1200万吨的大豆。好，还说在未来3年哦，每年要采购的是2500万吨。好，那中方哦未明确的谈及采购的数量，只有对美国大豆来降关税。好，路透社呢就有报道说，中方上个月底恢复了采购美国大豆，那之后有订单进度，但似乎放缓了。有贸易商说还没有收到新的货运记录，所以才说是不是习近平晃点了川普呢？好，那当然先礼后兵也是一招啦。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哦，中方还是在稀土上面哦，在出招跟出牌，所以稀土战之间哦，这个美方哦确实也是哦蛮多受伤的。好，那我们看到稀土的间谍战哦，这中间人就是印度的企业，说他偷偷的转卖稀土给美国雷神呢。好，现在被中国追踪晶片，那揭露也制裁了。好，那这个公司呢是以民用电动汽车的名义，从中国进口120吨的高纯度稀土，然后再转手加价30%出售给美国的雷神公司。好，有可能就被用作导弹制导系统。那中国也透过了稀土溯源系统得知到这件事情哦，所以就收紧了对印度出口的限制。好，那我当然觉得印度哦，在这一段期间哦，包含它不是转卖俄罗斯的原油嘛？印度哦，真的算是厉害中的厉害，很会用这种中间转一手的暴力的所谓的倒爷哈，就是这样子。好，美国近期哦，也与印度跟哈萨克、乌兹别克跟塔吉克哦、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等中亚的国家来接触，试图要建立一个矿产供应链哦，所以也还是希望能够摆脱中国大陆哦在稀土上面限制的一个制裁。好，那全球的铁矿石供应市场是不是迎来一个巨变呢？我们看到了几内亚巴芒杜投产哦，那这个奥巴迎来一个新对手，也就是中国的掌控力在升级。好，那这个西芒杜计划哦，就是在西非的几内亚。它11号正式投产，那这个被称为是全球最大没有开发的铁矿哦，这巨卢坝。好，因为从参与方看来说，这些矿山的项目哦，都是由陆企深度的参与投资跟运营。好，那将在未来哦，深刻的影响矿石市场跟价格的走向。那随着中资的这个权益矿比例提升，那人民币结算也深化，所以中国的钢铁业成本的韧性跟定价主动权也迎来了一个
个质的飞跃。那现在也说啊，中国是不是真的能够垄断这个西方的全球的稀土产业链吗？澳洲的智库则认为说，西方恐怕很难永久性的战争中来取胜哦。所以现在看起来，稀土哦，中国大陆还是蛮有优势存在的。这个西方可能还要再加很多把劲才能够追上。好，那现在呢，美国的晶片出口限制哦，影响也加剧，所以哦，让中国的产官各界哦也在思考怎么样来应变。这是《华尔街日报》所报道说，其实因为哦，美国对于先进晶片的出口有严格的控管，那中国大陆这边感受到供应短缺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好，那迫使北京不得不介入中国最大晶片的代工企业，就是中芯国际的产能分配。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哦，还在尝试着透过其他管道走私辉达的 AI 晶片哦。所以目前来说，这看起来美国好像有动到中国大陆的大动脉。但问题就在我们看到安氏出货，现在美中还是达成协议了。民主党的众议员哦，他现在也致函到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很担忧，他担心哦，这个安氏的半导体最先进的生产线哦，目前都设在中国，那就意味着这荷兰的工厂很快就会被淘汰。如果这情况属实的话哦，其实那么全球的汽车业就会很快的会被成这个中制晶片给掌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国家跟经济的安全担忧。好，那中国大陆现在还有一项优势哦，就是他们的 AI 模型哦有压倒性的优势。好，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哦他们是免费的啦。好，这个 Google 前执行长哦，这个施密特就说，相较于封闭原始码的美国大型 AI 模型，中国大型的模型哦都属于开放原始码的模型。那绝大多数财力比不上西方的政府啊，那跟国家哦最终就会以中国模型为标准。那原因不在模型表现好不好，而是因为免费啦。好，所以这个 CP 值很高，当然就用来进行开发。那 AI 的瓶颈是不是从晶片变成电力呢？我们看到了这个 FT 说，便宜能源哦还是一个强权的根基。好，所以现在美中之间的角力虽然看起来好像稍微比较休兵了，但似乎这个 under table 的暗潮汹涌还是非常多。我们先问将军，第一个大豆当然是川普的当务之急嘛，现在豆都已经收来了，你们卖不出去。中国玩这一招也很高明，我关税免了，其他要买大豆是个别厂商，他们没有意愿我也没办法，他愿意够多少滴滴答答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这就是让川普头痛，继续头痛。芬太尼很简单了，我稍微管制一下，你看那个何立峰讲话，第一个是晓以大义，你应该这样，那这双方见面都是官话，关键是那个 CIA 的 FBI 跟中国谈的暗盘里面搞不好有一招，万一我们那个黑熊的领袖跑到美国去，FBI 把你卖掉不一定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美国，我到过美国，有一次没带护照，他的白宫下令，纽约机场理得不理你，他的国土部不见得听你的，也不听你国防部的，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可能，沈伯祥，你要小心一点，你不要以为美国安全啊。第三个 C 土这个管制，起码美国10年的痛苦，你从挖矿、设厂、提炼到产品，你没有个8年到10年，你解除不了这个威胁，所以这10年就会造成中国的军武科技会超越、碾压你美国，因为你没有材料，什么都做不出来嘛。第三个，这个印度搞这个名堂，中国大陆如果要制裁的话，那你印度的汽车工业就不要玩，那个塔塔汽车本来已经不好，还要搞电动车。这一样就把你卡死，所以稀土跟安氏这2个集团呢，是中国可以跟全世界做生意谈判的东西。你们很多国家在做汽车吧，你做汽车就要这个晶片，当然中国也被晶片卡得有所苦。那问题就是说，再挨几年呢？中芯如果搞出来了呢？那中国就全胜了嘛。那这一次就是说，大家在掐脖子，看谁喘得过气。谁的气长？那一般讲起来，美国人
程咬金3斧头很猛的，后面就没有底气。那中国人就能忍，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忍了几十年，何在乎这1、2年呢？所以这个问题啊，长此看下去的话，这一场关税战跟这个常备管辖战呢，中国是占了上风，不吭气而已。川普是急着要炫耀，我过2天，你炫耀的东西一样一样跳票，大豆开始跳，稀土开始跳，你就没有办法面对你美国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这个问题啊，中国是胜了，但是没吭气；川普是输了，还要强作镇定啊，在那里猛吹，那这大家都等着看笑话。好，华人真的蛮会忍的哦。那当然，刚才这个将军讲到了，这个中兴如果真的做出了这个比较先进的部分哦，这就是黄仁勋最担心的哦。这个你不给他，他就自己做，你反而促使他赶快有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个进程。你知道那个 OpenAI 一开放以后，这个市场可能低阶的市场全部占了，是行动规矩也是中国定的。好，邱毅委员，第一面的电视墙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我择要的来讲，我不大赞成这个标题，是中国在先礼后兵。谈判没有什么叫先礼后兵的，主要谈判的节奏要掌握得好，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该给多一点就给多一点，那不该给多，慢慢给，那就慢慢的给。好，我们来看看，在韩国釜山中美的元首会晤之后出来以后，川普贴文上吹了好大的牛，他说稀土没有问题了，大豆也没有问题了，然后贝森特也加码，认为一切谈的都很好，尤其在大豆的采购上面，他甚至谈到中国每一年会向美国采购大豆1200万吨，所以你们这些中西部州的洪州的这些农民呢、农户呢，不要担心了，你们的大豆的市场没有问题了。当时候啊，中国的谈判代表李成钢都闷不吭声，最多只是记者逼问以后勉强答了几句。当时我就讲嘛，绝对中国大陆没有答应美国这么多，绝对是川普跟贝森特在吹牛，在夸大。果然如此，你看看有些真的非常的快，芬太尼的问题很快，川普答应把芬太尼引起的关税调降10%，然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马上在上个礼拜就来中国大陆，就来北京，就谈好了要管制哪些跟芬太尼有关的化学产品，大家谈定了。然后这一周呢，来了一个大人物，是我们金融保险业里面的巨头 AIG 的创办人，就是莫里森格林格勒。那这位老先生呢，来跟何立峰一谈，就谈到了很多对企业制裁的问题，当然也会谈到刚才将军所特别提到的安氏半导体的问题。好，因为美国常会来这么一招啊，突然间联系欧洲哪一个国家，然后就给你这个公司来一个接管，然后把你的 CEO 给撤换。结果这次安氏半导体，美国是踢到铁板的，荷兰也踢到铁板了。张学正最后被 fire 掉 CEO 之后，最后还是得回聘。那么基本上大家了解了，中国在成熟晶片上面，尤其在汽车产业，如果安氏半导体在大陆的工厂不供货的话，那美国跟欧洲的汽车产业都得停摆。所以双方之间的你来我往。那至于大豆的部分，李成钢根本就没有在吉隆坡的谈判里面答应过1200万吨，这根本就是贝森特跟川普对美国这个豆农的一个吹牛、夸大、渲染的言辞。所以这一次，你说中国是不是还在大豆上面在琢磨？当然是吧，因为当时候为什么进美国大豆还有个市场条件，就是因为巴西把大豆价格调高了。那你如果让巴西一家垄断的话，反而对中国不利所以进一点美国的，采购一点美国的，那巴西的价格
大豆的价格马上往下调整，对中国有利嘛？所以什么是对中国有利的？什么对中国有利就先做，什么对中国不利的就慢慢做。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呐，永远悬在头顶上，有时候拉高一点，有时候往下降一点，反正威胁形成了就有效果。那最后我再谈到稀土的问题，稀土高盛已经做过评估了，你要能够赶上中国，不再受到中国稀土的压力，至少得10年的时间呐，甚至得15年呐。所以你今天即使美国不断的找澳洲，找乌克兰，找日本，要去解决稀土矿的问题，现在找上了中亚5国。可是你要知道，中亚5国从2013年跟习近平到哈萨克斯坦去演讲，跟哈萨克总统决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再加上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有了一带一路的战略。从这时候开始，中国跟中亚5国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好啊。到现在为止，中国与中亚5国的峰会已经落实了3届了。美国要把中亚的国家挖走，没有那么容易的。好，谢大使怎么看？这个有关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工业啊，西方国家都认为就是说中国大陆有完整的工业生产链，可是呢，很多原料是怎么样？是靠输入的。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项，除了能源以外，就是什么？就是铁矿。铁矿，中国大陆基本上过去在改革开放这40年啊，铁矿的需求量大增的时候啊，主要供应国就是澳洲。那澳洲事实上话，它有一个公司叫必和必拓，这是世界级的这个矿产公司。那么他们因为掌握了这个矿源啊，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掌握了定价权。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另外一方面，政治上如果中澳关系好的话，这个铁矿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中澳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像这个原来这个澳洲的自由党政府的时候 ，Morrison 的时候啊，事实上的话，这个铁矿就变成中国大陆比较担心的一个项目啊。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就一方面，另外在世界上各地找这个矿源。那西非几内亚这个矿，事实上是最近几年最近这个发现最大的一个铁矿的一个矿区。那这个从开发到它的营运，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现在开始量产，中国大陆从开始就深入了。那可见中国大陆在这个所谓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的供应方面源头的方面的管理跟源头方面的控制下了很大的功夫。那最近必和必拓跟中国大陆在谈这个铁矿的时候我看到的消息是必和必拓已经同意了，原则上同意，今后中国大陆跟必和必拓买这个铁矿砂，澳洲的必和必拓来看可以用人民币来付费了。这个也是双方谈了很久了，因为这个量大，它的金额也很大，很固定。其实你要用美金来买的话，你光美国政府就在那边平扣就赚了一笔。那如果可以用本币的话，事实上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在成本上它也是一个那所以可以达成这样子一个谈判效果，我想主要是另有矿源，也就是几内亚现在这个巴芒杜的这个矿区已经开始投产了。所以这个逼的这个澳洲就不会那么拿翘了。那另外虽然也有其他的矿源巴西什么，可是最重要能够影响到这个澳洲的这个矿业公司的决策的话，我想还是这个新的矿源出来了，而且这个矿源是中国大陆自己可以完全掌握的。最重要，它也是用人民币来计价，所以我觉得大陆很多事情它都要把它能够掌控，自我掌控性不断的提高，尤其在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一个丛林化的一个国际秩序的一个时代那中国大陆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功夫，铁矿砂就是其中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例子。就是走在自己的节奏上面，才不会被别人所摆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美国政府关门这件事情，大家也都很关注，不过终于算是结束，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看到美国这边呢是结束了政府最长43天的停摆，因为川普签了12号深夜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上面签署仪式上说，哎，我们绝对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哦。不过他还是不忘要批评民主党哦，表示这不是治理一个国家的方式。好，但是谁在治理呢？好，批评别人要先看看自己哦。好，当然也看到美国最长政府这个结束，川普当然就是要签署这个拨款的法案。好，因为我们看到众院哦就结束政府停摆来进行表决，结果是222票同意，209票反对，2人未投票，所以联邦政府预计哦，那也就是已经开门了。好，那个至少持续到明年的1月底。那川普也表态哦，这个签署这个法案哦，会让它正式生效。那当然，现在哦已经在生效当中，所以结束了长达43天的停摆。那川普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政策，主要就是因为关税引发很多的连锁效应，那甚至很多的物价是正在上涨当中。物价一上涨，人民就很有感，因为要花更多的钱来买生活的物品。所以呢，川普接下来要让美国人对经济更有感，他宣布一个重大措施，就是要降低咖啡等商品的价格。好，我们看到贝森特说，未来几日哦，美国的民众就会看到一系列重大的宣布，他会迅速地让价格下降，而且预期美国民众在2026的上半年就能开始感受到这经济的改善。好，那当然为什么说要这个商品等这个咖啡等商品呢？主要就是因为美国人很喜欢喝咖啡，这咖啡等于是每个人一天都要喝1到2杯或3杯左右，所以这些民生物品接下来要让民众很有感。那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认为说，他为了就是接下来的期中选举这是他们比较头大的部分。好，那当然也看到了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说，民主党人可能已经对联邦统计系统造成的永久破坏所以让10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及就业报告可能永远不会公布。所以他们说，美国第4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下跌多达2个百分点。所以接下来说，因为政府停摆关系，10月的经济数据可能就不会再对外公布了。那大家记得吗？之前美国这边曾经也批评过中国大陆不公布一些相关数据，就自己还不是也一样？好，这个川普自打脸，现在找外援吗？说他为了新政策要拉拢金主。好，那他在白宫有宴请华尔街大佬。好，那他这个私人的晚宴凸显出这川普致力深化跟企业领袖的关系。好，那川普现在还为了这个 H1B 的技术签证来辩护他过去是反对，而且他是有拉高这价格的，但他现在说这个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所以培养本土人才需要时间，那是不是又有点转圜？那甚至60万的陆生他也认为是一门生意，那可阻止半数的美国大学倒闭，所以还是得跟钱低头啦只要有遇到钱的问题，他就会 tackle。好，那美国的债务现在飙高40债的美元大关不远了。高盛的执行长所罗门认为，美国的债务陷入了一个结构性的风险那当然如果不改变现状，38兆美元就将只是债务雪球的起点。好，那中国现在也发行了美债，好，但是这认购率达到了惊人的30倍。那美国发的美债难道变成盗版的吗？中国发美债被抢爆，主要是因为市场比较相信中国的信用，而不是美国。好，美国的国债还靠借新来还旧硬撑，但是债越滚越大，信用下降。那反观中国的美元多，经济又稳，又没有违约记录所以投资人当然是抢着买。那中媒这边则说，俄罗斯的财政部宣布首度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好，那这部分要进行这个12月2号进行认购登记的结果而定会在2025年的12月8号展开配售。那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史丹佛经济学家则认为说，让人民币汇率大幅的波动是一个错误决定。好，那他是认为说，他们认为欧洲跟日本还有中国都应该将本国的货币跟美元来进行挂钩。好，所以看到整个美国的政府状况，现在43天之后算是终于可以开门了，但是美国的经济实在也蛮糟的。我们先问将军。
我觉得川普很难过了，日子越来越难过。第一个金融界强调的就是一个信用，自古以来做生意就是信用。现在美国的美债出问题是什么？你偿还能力能不能偿还，对不对？所以买你到时候就变成无限期延长了，不是打水漂了吗？金融界不看好。我们看美国最得意的所谓高科技的 AI 现在从5000兆这个5000这个亿的美金的起跳到上兆了。现在美国很多金融家已经预看它可能会泡沫化，因为你还没有发明出来嘛。但是 AI 这个东西啊，一个是电力，一个是算力，第三个就是投资。那中国大陆的人才已经够了，也在跟你比。OpenAI 是因为它便宜不要钱，很多中小企业一定是用它嘛。你市场高端的 AI 啊，有几个买得起啊？只有 Amazon 的这些大的微软这些公司买得起。可以说你投资的大，你能卖的对象不多。说 AI 这个战场，目前看起来黄仁勋吹得很大这个泡沫，川普也认为未来的科技战就是靠 AI， 但是不见得会胜的。第三个，政府下档40多天，得罪100多万个公务员呢，这些人会不找机会报复你吗？我跟你讲，美国很多机场航班都停了，是因为塔台不上班嘛。这个结怨，川普结怨很多人了。第一个公务员，第二个，如果中国再不买大豆，或者买少了，畜牧州也丢了。第三个，高等法院裁判你关税是违法，你要赔多少钱？对不对？第四个，你所谓的常备管辖的这些东西，因为中国大陆稀土也好，电池也好，它是不是才能配合你美国一起来管制中国？这个都是有问题可以看的嘛。你卡到我，我有东西卡到你，他们还会不会听美国的话，损失自己的经济成长？我相信不会嘛。所以我们从全局来看，川普所设的所有的陷阱，现在自己被套牢。你最得意的金融界，等到 AI 一泡沫化，你最后一点优势都没有了。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优势？物价是一定涨的，对不对？美元霸权现在是岌岌可危，人民币开始交换，而且人家不相信你美债，所以他为什么急着打委瑞拉呢？还能掌握着最大的油源，拿着阿拉伯的油跟委内瑞拉油来绑美元，这个问题我们等着看吧。他为什么那么急着做？就这个道理。你以为哪里为了缉毒啊？鬼扯！缉毒 ，Coast Guard 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哪里还动用航母？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深入的讨论。对，好，先问邱毅委员。川普又打破自己的记录了。他在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联邦政府关门有35天，这一次是43天，而这43天里面，他对经济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来帮经济的损失来做弥补呢？川普真的不像是宾州华顿商学院毕业的人，他对经济学还留在凯因斯理论的那一套，他采取的叫盖牌，也就是说10月份美国经济被冲击的最严重，尤其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 CPI 通货膨胀率，第二个指标是就业率，第三个指标是失业人口数。这3个指标他不敢公布，因为公布出来怕引起了恐慌这个氛围的弥漫，所以就盖牌，就不公布。甚至白宫的发言人还说，大概永远都不会公布。他以为不公布，眼不见为净就没事吗？你要知道啊，人民是有预期心理的。你越盖牌越不公布，人民越会有猜想，越会预期说经济在10月份一定很糟糕。所以现在为止美国第四季的预期已经一下子往下跌了2个百分点，一个季3个月预期到12月底它会跌2个百分点，这有多严重啊？
你能够像贝森特讲的那么完美，我调降咖啡的价格，通货膨胀就可以减少，哪有那么容易的？美国这一次大概停滞通货膨胀逃不掉了，再加上啊，大家生活成本提高，失业率又高，再加上社会整个犯罪的成本又不断的提升，这太严重了。好，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美债的问题。什么叫美债？美债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发行，以美元来还本，以美元来付息的国家债券。但是因为现在美国的美债的金额已经到了这个38兆，未来可能依高盛的说法会增加到40兆。而且它在 GDP 的比例已经到了135啦，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债的信用越来越差。可是这时候中国崛起了，中国手里头也很多美元啊。我兄弟蔡正元说，因为中国手里有很多的美元，所以反而被美国牵制。但是中国这一次就破茧而出，我手里有美元，我就发行美元债。在去年的11月，他在沙特阿拉伯发行美元债，结果认购倍数20倍，然后现在又在香港发行美元债，你知道认购倍数多少？30倍。相对的美债，它的认购倍数多少？2.5到2.7。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中国发行的美元债认购倍数这么高？而美债发行的认购倍数只有它的1/10不到，为什么？就是刚才将军讲的嘛，因为中国的信用比美国好啊，所以美元在中国的手里头，大家信啊，所以中国发行的美元的主权基金债券受到欢迎啊，而美国所发行的美债越来越不受青睐。可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又越来越严重，你知道现在美国的财政收入里面有多少要拿来付利息吗？美债利息吗？投资人的敏感度26%啊！好，26%。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债的信用当然如江河日下。郝大使怎么看？川普事实上的话，他虽然上台不到1年啊，可他很多政策他已经转弯了，对。他这个政策推出来的时候，看起来都好像他信誓旦旦，哇，对美国多好。我们就讲他这2个例子，外国学生，另外一个就是 H1B 签证。那 H1B 签证，记不记得他事实上是在大概3个月前吧，突然宣布 H1B 签证要花多少钱？10万美金。对，他对全世界宣布啊，对，后来造成恐慌就已经取得的啊。那不受限，可是呢，你要申请新的 H1B 啊，要花10万美金。当然，可能你今天要用一个外国的这个高阶人力的话，你这个公司你可能要跟那个受雇人员两边各出一半，好不好？那个公司出5万，这个想要拿 H1B 签证的这个外国的这个技术工人，他也要出5万美金啊。结果这个他当初信誓旦旦啊，结果他最近2天讲了，说事实上的话。这个H1B 签证对美国很重要，对，因为美国本身目前没有办法一下就取得很多这些技术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取得全世界技术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管道。那他当初为什么要把 H1B 签证的那个费用搞到10万美金，叫谁都不想到美国工作呢？对，这个就是立刻就转向啦。另外一个。对于这个外国学生的，川普对外国学生一直就没有好感。今年6月中时候，他突然下了一个命令，全美国都吓一跳。他说，哈佛大学的现有的外籍学生必须立刻转学。然后呢，哈佛大学禁止他可以招收外国学生。你知道那个时候外国学生在哈佛大学多少？6700人。占他所有学生的27%，要这些学生转学。然后呢，可是他前2天接受 Fox News 的时候，他说，美国很多大学如果没有外国学生的话，这些学校会破产。
所以说他开放60万个外国学生的这个机会给中国大陆学生。他做事情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可以这样子搞的话，这国家还能够继续正常营运下去吗？同样一件事情，不要3个月他就改变了。那这种可见他都是很随机的，他就是个独裁者。那么不计后果一时兴起就怎么样，就任意而为，不到3个月怎么样，就自己竖白旗投降。好，所谓的朝令夕改，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要出发总要有个目标。现在川普的目标放在了委内瑞拉。我们知道他对委内瑞拉一直都心心念念的要来做一个弃毒。好，那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们看到福特号已经就位了，所以很多人说这是要发生战争了吗？美国媒体也就是纽时引述了多名美国官员报道说，川普政府在策划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多种选项，包含直接攻击、保护马杜洛的军事单位，还有出手夺取这个国的油田。虽然川普还没有决定如何推进行动，但是多名高阶的幕僚正在推动要推翻马杜洛的政权。但是是不是有点大炮打小鸟呢？因为他用到的是福特号那这是美国最大的战舰航母那抵达了加勒比海域。五角大厦说，目的在强化侦测、监控并破坏非法的活动，说是特别针对涉嫌走私的毒品的船只。好，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航舰的舰群火力非常强大远超过了这个小型走私艇所需要，所以质疑川普政府的实际用途那你可以看到，包含了 MQ-9 死神无人机、F-35战斗机以及 AC-130J 的攻击机那疑似对这个贩毒的船只只进行打击。好，那他现在到底为什么要对委内瑞拉呢？策略是什么？路透铺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大军压境。好，那委内瑞拉这边呢，则希望用游击战或是制造混乱来进行应对。好，那当然川普现在这个军事行动的概念非常的多，那不愧是有个战争部长好，这个美军问题也蛮多的，包含川普2024年赢得大选以来都在努力让军队中营造出这个觉醒精神，那这也是征兵人数激增的原因。但问题就在他搞不清楚状况，有时候这个节日不该乱讲话就乱讲话。他是在一个这个退伍军人节里头还这个高呼说战争部长这个称呼比赫格塞斯部长听起来更顺畅。就有学者说他觉得很震惊。那20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100年的纪念活动他说川普下雨就懒得参加全程，现在又亵渎了退伍军人节。他说总统先生这个网友呛说，你是在参加这个退伍军人节，不是阵亡将士的纪念日他说你是不是把它搞混了？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也蛮不满的。那甚至赫格塞斯还现在取消了一名女性军官这个晋升的批审。好，那他完全无预警的取消，也让蛮多人对这件事情不满。好，那习近平则是也在秀军事肌肉，那包含是第4艘的核航母要开建吗？说是比美军的福特号更大，那也传说第5艘也在建造当中那这个站名为004型说会超过美国现役最大的航母福特号。那之前福建号习近平也有出席嘛，那这个服役照也露端倪，发现有2位司令没有现身，是不是成为了整肃的目标呢？这2位一位是这个缺席4中全会的海军司令胡忠明，还有南部战区的司令员吴亚南，那他们都没有出席在福建号的服役典礼。那大家就说了，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讯号在里头。那何卫东落马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又祥也直接讲说，这共军就是要严防做2面人，搞魏忠诚。所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在军事这部分习近平整肃力道蛮强烈的。好，我们还是看到委内瑞拉，将军帮我们讲一下。其实委内瑞拉的问题根本就是说，美国目标看的是美元跟油源，油源呢就是委内瑞拉是最多，哪有这个为了缉毒出动这么多的
航母啊、战舰啊、最终两栖登陆舰。但是我跟各位观众预告，他不会登陆，他会用压倒性的空中攻击，制造你的混乱，扶植一个傀儡政府出来。因为他要陆军登陆的话，他要面对委内瑞拉的陆军的打游击，他不想再进入阿富汗那种状况，他一定是用强大的空中跟导弹的力量，空优把你这个马杜罗斩首也好，抓到也好，因为特种部队可以空降下去抓走，然后把牢里面那个前面那个亲美的扶植起来，因为如果扶植一个傀儡政府呢，才能真正掌握那些石油。你要把登陆作战把人民给打死很多，你永无宁日了。那油源搞不好委内瑞拉自己就破坏，这就不符美国的最大利益。第一个不要死人，第二个扶植一个傀儡政府，第三个被我掌握，第四个抓到油源。这个是我推算他为什么有航母去，因为这样子可以有更多的舰载机来发动空中攻击，再加上旁边的护卫舰里面很多战斧飞弹，这一波空中打击把飞弹跟飞机，我觉得是这次将来要动兵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主力。另外福建号的这个福裕跟未来第004或者是核航母，那是彻底斩断了美国手伸的世界各地的航母舰队。换句话说，你在西太平洋你完全断念，甚至于你的第二岛链都有威胁，关岛甚至于檀香山，将来太平洋里面可能是中间横的一波为二，你的势力再也下不来了。因为美国侵略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靠航母嘛，哪里晓得现在的反舰飞弹这么发达，航母很快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淘汰，因为性价比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美国要负担11条航母，中国大陆只要负担5条，而且全新的，足够使它的一带一路完全没有受到外力的威胁。它很简单，第一目标保卫自己大陆东南沿海跟南海的这个安全，下一步就进入到一带一路到欧洲的这个航线的安全。所以这样的美国的海权，马汉搞的海权论呢，到现在为止应该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不再是世界的霸权。所以这几个征候来看，经济上他要掌握委内瑞拉的油源来绑美元，军事上他已经失去了世界海权霸权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两个征候看是大的方面看，大的格局看了非常清楚了。好，周毅委员怎么看？宋元军讲得非常的精准了。川普一直对委内瑞拉是念之在之，他为什么一定要拿下委内瑞拉呢？就是因为第一个，为了委内瑞拉的丰富的石油储量，另外一个是为了立威，消除反美的力量。因为在马杜罗之前是查韦斯，查韦斯就拉丁美洲里面反美的核心嘛。但是查韦斯时候，委内瑞拉的经济非常的好，福利也很好，民生很安定，所以动不了。而马杜罗上来以后，他的治理能力就不如查韦斯，所以这时候就有了缝隙了。在川普第一次担任总统的时候，他就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叫做瓜伊多，是当时的议长，用瓜伊多这个傀儡政权来斗马杜罗，那这就造成委内瑞拉出现总统双胞案，后来也对委内瑞拉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最后功败垂成，仍然没有成功。这一次川普又来了，他的理由是因为他说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贩毒的中心，伤害了美国的人民，所以他以弃毒为名，要去把委内瑞拉给灭了。其实说实话，就是像将军刚才说的，他不会去登陆的，他基本就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他才能够掌握委内瑞拉的油源嘛。他重要的就把委内瑞拉加勒比海给包围起来，所以才会动用福特号嘛。你想想看，他动用福特号，说实话也蛮丢脸的。为什么？因为福特号要起降 ，F-35的飞机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啊。他的 F-35的飞机要在波多黎各，然后由波多黎各飞到加勒比海，他才能执行他的作战任务。
所以呢，他用福特号，就是让福特号来坐镇加勒比海，来吓委内瑞拉的人民，让委内瑞拉发生内乱。如果发生了内乱，那正好推翻了马杜罗政权，他扶持了另外的一个傀儡政权。听说要培养的傀儡政权，就是这一次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那一位在野领袖。好，那谈到中国大陆的问题，中国大陆这一次福建号正式入列服役，当然引起了很大的震撼。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现在还在制造的还有2个航母，一个航母是在江南造船厂，在江南造船厂的是福建舰的姐妹舰，也就是常规动力，大概也在10万吨上下。另外的一个在大连造船厂是004的大连造船厂的航母，那就是核动力了。听说最满载的排水量高达到12万吨左右，比福特舰的满载排水量还要更高，还要更大。所以如果说这2个航母一起推出来的话，那谁是海上的霸权，可能就要易主了。好，再问介大使。其实现在很多国际政治学者都说啊，整个国际社会在重新走向一个新的丛林时代。什么叫丛林时代？就是说啊，没有规则，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什么？弱肉强食，拳头大的啊就可以决定秩序，拳头小的呢，你就只能接受秩序。那中国大陆现在是美国啊，还有想要联络他的盟友啊，作为一个对付的对象。那你看川普有没有法治的观念？完全没有啊！他今天要打谁就打谁啊！委内瑞拉他可以随便打吗？照着国际法是不行的。可是他现在军队就去打，而且他已经打了人家好几艘船了，对，有秩序吗？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我觉得他们这个整个大陆对这个现在跟未来的国际社会的这个秩序的看法就是丛林法则。那靠什么？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最可靠的是什么？靠自己就是军队。所以中国大陆过去已经10年来，都说这个舰艇跟下饺子一样，以前的饺子还小颗一点，现在下的都是极大颗的。如果说那个004是12万吨的话，那是全世界最大的航母。美国的航母也不过10万吨，而且这个004呢，不只是12万吨，它还是核动力潜艇，它是无限续航，它不要加油的。核动链、核子反应炉的，可以在这边在海上巡10年都不需要加燃料啊。所以呢，中国大陆我觉得策略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靠自己。然后呢，面对任何挑战，自己有能力来应付，有能够击败对中国大陆的任何的这种，尤其是武力的攻击。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大陆的给我感觉就是说，他对于环境的变化很敏感。那他对于环境面，他感知以后呢，他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什么？就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把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那现在美国你可以看出来，川普不到1年，对中国大陆已经怎么样？